我被人下了药。今天是我的吉吉里，究竟是谁要让我英姐扫地？男人压在我身上，撕扯着我的衣物。我拼命咬着嘴唇，直到咬出了血，才换来片刻的清醒。我拔下头上的发簪，狠狠地扎向男子的颈部，鲜血如泉涌般流出。男子受了重伤，动弹不得。我推开他，胡乱地整理着残破的衣衫，拼命向外逃去。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，去找太子赵景琰。10年前，京城里流传着孙家的嫡女景色乃是天生的凤命，因此从我小时候起就与太子赵景琰定下了婚约，只等及笄之后举行大婚。今天是我的及笄礼，太子也出席了，还在孙家留宿。药性难以忍受，我忍着瘙痒和燥热，跌跌撞撞地跑到了太子所在的厢房。他本就是我的未婚夫，如果今晚非得是他的话说，总比其他人要好。然而透过窗纸，赫然映出2具相互依偎的身影。赵景琰搂着他的婢女，诉说着情意。我不相信天生的凤命，只相信缘分天定。婉清，我一定会亲手把后位交到你手上。至于景色，今晚之后，他只会身败名裂，成为众人的笑柄。缘分天定，身败名裂，竟然是他，真的是他。全身的寒意突然就盖过了肌肤上蔓延的滚烫，眼眶又酸又涩，心口疼得厉害。从小我就被家里人告知，太子是我未来的夫婿，只等及笄之后就要嫁给赵景琰。10多年来，我无时无刻不在为成为一个合格的太子妃做准备，端庄稳重，小心翼翼，从不与外男接触，生怕落人口实。却没想到在及笄这一天遭遇了飞来横祸，而那个想要让我跌入泥潭、身败名裂的罪魁祸首，竟然是太子。身后有家丁听到动静，起夜查看。此刻我衣衫不整，绝不能被人看到。可前方同样是一片地狱，体内的药劲一波波的涌上，容不得我有片刻的喘息。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个选择，去找兄长。阿兄所在的厢房离这里不远，有他在，就不至于被身后的家丁发现我的窘态。只是我已经5年没有见过阿兄了，彼此之间有些生疏。他又不是我的亲兄长，只是父亲从战场上抱回来的弃婴。如果让他看到我这副努力……身后家丁的声音越来越近，厢房内的赵景琰似乎也察觉到了一丝异样。现在这么吵闹，莫非是景色那边出了什么差错？婉清，我得去看看。殿下，我来帮您穿衣。女子娇滴滴的声音传入我的耳中，我再也顾不得其他，心一横，转身离开了，颤抖着扣响了那扇阔别已久的门扉。几乎是在一瞬间，门打开了，一股扑面而来的冷冽气息。我站在门口，局促不安地看着眼前人高大的身影。5年未见，阿兄的眉眼比少年时更加锋利，却又俊美异常，鼻梁高挺，嘴唇薄如刀片。目光交汇的那一刻，我忍不住打了个冷战，血液仿佛变成了热油，渗透进骨头缝里，一阵酥痒，身体的每一处都像有蚂蚁在啃食。我不安地摩挲着凌乱的裙摆，一开口，嗓音仿佛要滴出水来。阿兄，我好热。向来如寒山远送般的兄长静静地看着我，漆黑的瞳仁中倒映出我此刻凌乱的模样，面色潮红，眼神迷离，身上的衣衫半遮半掩，格外妩媚。门关上了，我被他拉进了房间。肌肤相触的刹那，那冰凉的触感惹出一声满足的叹息。我失去了力气，依附在他身上，下意识地蹭了蹭，急切地想要索取这难得的冰凉。白色的中衣被我揉出了褶皱，他常年征战沙场练就的劲瘦腰身，此刻带着致命的吸引力。再往下，一声闷哼，我的手被他死死地按住，心跳得好快，瞬间天旋地转，裙摆飞扬。孙北辰把我抱到榻上，轻柔而克制，但又不舍得离开，伸出修长的手探了探我的额头。喉结滚动，景色，你身上很烫，可是生病了。我无力地晃了晃脑袋，药效拖得越久，那股劲儿就越猛，无尽的欲浪如潮水般压得我呼呼窒息，只能带着悲戚的腔调向他哀求。我想理智与情感激烈的碰撞着，泪水如断了线的珠子般滑落，在月色的映照下宛如珍珠般晶莹。孙北辰凝视着我，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般，他的指腹带着仿佛能划破肌肤的粗糙搭在了我的脉搏上，那触感让人心里痒痒的难以自持。过了片刻，他松开了手，气息微微有些紊乱，猛地靠近了我，清冷的松香弥漫在鼻腔中，他高大的身躯仿佛笼罩了一层阴影，而我在他的庇护下宛如一滩柔软的春水。景色，你中了邪，这药性极为猛烈，若是不尽快与人欢好，必然会危及性命。他低沉沙哑的嗓音传入我的耳中，如同魅惑的乐曲，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沦其中。我无心去听他说话，满脑子都是他那上下开合的嘴唇，那薄薄的2片，浑色淡淡的，却有着无法抗拒的诱惑，只需轻轻一抬头，仿佛就能将它们含入口中。我咽了咽口水，伸出手环绕住孙北辰的脖颈，我的肌肤如同白雪般晶莹，柔软的仿佛没有骨头一般。从他骤然收缩的瞳孔中，我看到珠钗滑落，如瀑布般的青丝随意地铺洒在床上。我此刻的模样，就像是一个勾魂夺魄的妖精，与平日里端庄典雅的形象简直是天壤之别。我的嗓音也变得娇软无力，没有了往日的音调。阿兄，我想要。
孙北辰一只手托着我的腰，他的眼眸中闪过一丝晦涩，另一只手轻轻地揉着我的嘴唇，然后是耳垂，每一个动作都仿佛在将我的理智推向崩溃的边缘。他常年在战场上征战练就的冷峻模样，此刻却被欲色所沾染，一切都功亏一篑。今夜过后，就算你后悔也来不及了。乖锦瑟，你想要什么，自己去拿。衣衫凌乱的散落一地，孙北辰还在沉睡。当我看清自己身上遍布的痕迹，以及床上那朵刺眼的红梅时，我紧紧咬住嘴唇，身体止不住的颤抖着。回想起昨晚的经历，只觉得羞愧的想要找个地方钻进去。这药性极为猛烈，几乎折腾了整整一夜。看来赵锦言是铁了心要毁掉我，为他的心上人晚清腾出位置。没想到我多年来心心念念的未婚夫婿竟然如此歹毒，更没想到孙家的嫡女平日里恪守礼仪，为人称道，昨晚在药物的作用下竟然会如此放荡不羁。更何况还是和分别了5年的兄长，性命虽然保住了，但以后该如何面对他？太子那边又该如何交代？我的脑海中一片混乱。我颤颤巍巍地穿好衣服，小心翼翼地下了床，不敢惊动身边的人。院子里已经有不少人的声音。清晨时分，婢女来伺候我梳洗，却在闺房中没有发现我的身影，反而发现了一具陌生男子的身体。那男子的脖子上还插着我白天戴的发簪，所以赵景言原本应该在今早离开，却迟迟没有动身，以担忧未婚妻的安危为借口，一定要找到我的下落。直到我亲自出现，众人才松了一口气。紧接着，无数怀疑和探究的目光都落在了我的身上。我藏在袖子里的手微微收紧，我只能强装镇定，冷静地应对。如果解释不清楚，我的名节就会受到损害。赵景言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和不解，但表面上却显得十分关心。孙小姐昨晚去了哪里？有没有受伤？我平静地回答，昨晚就在府中，并没有受伤，多谢太子的关心。哦，赵景言的语气一转，若有所思。他身旁的婢女立刻领会了他的意思，吩咐人抬出那具身体。那身体面色惨白，显然是失血过多而死。他的脖子上还插着我的发簪，这样一来，事情就有些难以解释清楚了。孙小姐如果没事，为什么对这个人避而不谈？你是本宫的未婚妻，有什么委屈尽管说出来，本宫一定会为你主持公道。委屈？如果承认自己有委屈，不就意味着我被这个人轻薄了吗？赵景言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似乎不愿意放过我脸上的一丝表情。我斟酌再三，正准备开口，身后却传来了一个男子的声音。那个身影如同挺拔的劲松翠竹，带着一股锐利的气息，修长的身躯笔直地站在我身前，将那些不怀好意的目光都隔绝在了外面。他一开口就让人感到安心。小妹昨晚受惊了，所幸毫发无损，我已经将她安置在北院的空房间里，身边的侍从都可以作证。至于那个登徒子，夜间不宜大动干戈，就留到今天再处理吧。太子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孙北辰身高80有余，我被他挡在身后，视线落在他腰间玉质腰带勾勒出的纤细腰身上，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昨晚的画面。我的喉咙有些干燥。赵景言勾起嘴角，并不买账。将军府对朝廷有功，是1等1的重臣，而且民间一直流传着我是天定奉命的传言。他若是主动提出退婚，对他自己百害而无一利。只有让我的名节尽毁，他才能堂而皇之地解除这门婚事，日后好迎娶他的心上人。因此他不会轻易放过眼前的机会。他说出的话更加刁钻，果真是将门无犬女，将军年纪轻轻就能征战立功。本宫的未婚妻也不逊色，一介女流竟然能刺死歹人，全身而退。只是不知夜深风露重，北辰将军是如何恰好遇到这件事情的。此话一出，现场的气氛顿时变得凝重了几分。众所周知，孙北辰是孙家养子，与我并非亲兄妹，就算有血缘关系，也应该避嫌。任由赵景言给我扣上夜间私会的帽子，流言蜚语只会越传越难听。但如果否认，就等于是推翻了之前的言论。到那时，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阿兄却并没有因为他的话而有丝毫的难堪，他不慌不忙，身姿挺拔。他坦然地回头与我对视，他长睫下的眼睛如深潭般深邃，仿佛要将人溺毙其中。他修长的指节轻轻一勾，示意我伸出手。我不明所以，露出一小截手腕，腕上赫然戴着一只晶莹剔透的红玛瑙镯子，衬得我的肤色更加白皙。那镯子色泽剔透，嫣红如血，一看就知道是极为难得的珍品。这只镯子昨天明明还没有的，今早我心不在焉，并没有注意到。那么只能是孙北辰眼神微微一暗，在众人看清之前，迅速地将我的衣袖拉拢，遮住了那截皓腕。小妹及笄，我从边关赶回，为她庆生，自然要亲手送上贺礼。幸好我回来的晚了一些，去送礼的时候恰好遇到了这件事情。周围之人顿时恍然大悟，纷纷不再执着于其中的缘由。确实，荒北距离京城足有数百里之遥，正因为路途遥远，边关不能无人镇守，所以就只有小将军一人归来，老将军都无法亲自回来为女儿庆生。小将军昨日确实回来的比较晚，如此一来，一切便都能说得通了。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赵景言也无法再强行将脏水泼到我身上，只能就此作罢。然而
他的眼神却在我和孙北辰之间来回游移，意味深长。小将军和孙小姐之间的兄妹情谊，着实令人羡慕啊！既然没什么事，本宫就不多留了。送走赵景言后，留宿在孙家的宾客也陆续离开了，闺房已经被收拾得整整齐齐。我疲惫地度过了一夜，回到房间，本以为一颗心可以安定下来，可下一刻却被人抓住门框，强行闯入。我刚要惊呼，嘴巴就被捂住了，冰冷而粗暴地吻落了下来，如狂风暴雨般猛烈。我怎么也推不开他，拳头软绵绵的，像棉花一样无力，只能无奈地顺从。过了许久，孙北辰才放开我，而我此时已经脚软得站不住了，呼吸也变得急促不已，只能依靠横在腰间的臂膀来支撑身体。我抬起头，才发现他的眼尾泛红，反而看起来像是被欺负的那一个。景色一声不吭就离开，是不是后悔了？后悔也已经来不及了。他按在我腰间的手掌收紧，摩擦之处带来一丝灼热。不知为何，我的体内又开始有些不对劲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不想让他看出我的意思。昨夜多谢阿兄相救，相救，与其说是救你，不如说是救我自己。还好昨晚找的是你，要是找了别人，我恐怕会发疯。孙北辰咬紧牙关，神情中既委屈又带着狠厉。很难想象，在沙场上征战驰骋的小将军，也会有如此失态的时刻，也难以将他与自幼一起长大的兄长联系在一起。我咬着嘴唇，尴尬地别过头去，并非因为他的话，而是体内那股灼热的气息愈发强烈，怕是只要一张口，就要变成婉转的莺啼之声，羞得让人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孙北辰误解了我的意思，以为我是想要逃避，眼中染上了悲怆，但却依旧不死心。他不甘心自己多年来压抑的感情化为泡影，不甘心今后连兄妹都做不成。他执拗地与我对视，向我诉说着他的爱意。景色，我很早就喜欢你了，我知道这样不对，所以主动请求跟随父亲驻守边关。可惜在边塞吹了5年的风，也没能让我清醒过来。我也不想清醒。景色，我好想你。昨晚你来找我的时候，我高兴得快疯了，高兴地以为那是一场梦。他抚摸着我手上的镯子，那镯子透露出与他冷峻面容不符的温柔缠绵。这只镯子是我从荒北王室缴获的战利品，传说中如果将它戴在心爱的女子手上，两情相悦便能终成眷属，如果不是两情相悦，就会遭到诅咒，落得穿心而死的下场。景色，我不怕死，比起死得不到你，更让我悔恨终生。他絮絮叨叨地说着，我已经无暇去听他说了什么，脑海中满是昨夜的画面，向来禁欲自持的兄长在床榻之间的作风竟然如此生猛。或许是因为他习武多年的缘故吧，一整晚下来他似乎都不知疲倦。我的耳尖迅速爬上红色，比手上的玛瑙还要鲜艳。在锦绣衣衫的掩盖下，我的腰肢不自觉地小幅度扭动着，但仍然无法缓解体内的瘙痒之意。孙北辰终于察觉到不对劲，再次伸手搭上我的脉搏，他的墨眉紧蹙，眼中的情绪渐渐褪去，只专注于我的安危。药性还没解，景色，你是不是得罪了宫里的什么人？这种反复发作的情况，只有宫中的秘药才能做到。他眼中水汽弥漫，无心去听什么秘药不秘药的。我感觉好渴，我仰头踮起脚尖，想要自己去寻找解药。残余的药性整整发作了3天，而我也与孙北辰纠缠了3天。白天我是端庄稳重的孙家嫡女，到了晚上就会在药力的折磨下失去理智，直到精疲力竭，再由他抱去洗漱。景色，等我娶你。在浴桶中，孙北辰仔细地描摹着我的眉眼，他的神情格外专注，就像在对待一件稀世珍宝。他俊美的五官在水汽中若隐若现，让人忍不住心动。我的心脏在胸腔内狂跳不止。相较于一心想要害我的赵景言，我与阿兄相识多年，又没有血缘关系，自然更适合在一起。只是这层兄妹关系终究是一道枷锁，凡人难以突破。更何况我与赵景言已经有了天子赐婚，婚事不是说作废就能作废的。如今我已经不再是完璧之身，当初一心只想活命，但冷静下来后，我需要好好考虑一下后果。阿兄看出了我的顾虑，郑重地许下承诺。景色，你相信我，赵景言想要害你，我也有办法让他付出代价。让太子付出代价，他一个在边塞驻守了5年都未曾回京的人，要如何做到呢？我想要追问一些事情，孙北辰却不让，他只是一味地贴近我，用实际行动堵住了我的嘴。我气愤地在他唇上咬出牙印，语气中竟然带着一丝连我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娇嗔。阿兄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喜欢欺负人。孙北辰尝到了甜头，舔了舔唇上的牙印，原本正气俊美的脸上多了几分邪佞。错了，我只欺负你。吉吉里过去半个月了，原本我与赵景言的婚事应该提上日程了，然而却一直没有任何动静，只因最近京城中流传起了许多关于太子的流言蜚语，甚至传到了皇帝的耳中。有一说太子结党营私，企图早日登基；有二说太子德不配位，爱上了低贱的婢女，并且经常流连于烟花柳巷。更有甚者传言赵景言并非皇帝的亲生血脉。平民们只会人云亦云，官府抓了一批又一批的人，却始终找不到流言的源头。流言的风声越来越大，事关皇家血脉，为了让百姓信服，不得不进行滴血验亲。这无疑表明当今圣上听信了流言，对他的身份产生了怀疑。这无疑是在重重的羞辱他。赵景言的生母周贵妃曾经是皇帝亲弟弟的王妃，抢夺兄弟之妻本就不是光彩的事，
时隔多年，又因血统问题被再次提起。即便滴血验亲的结果证实赵景琰是皇帝亲生，他的太子地位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动摇。太子一党的势力被清除的差不多了，东宫只剩下一个空架子。我与太子的婚事被无限期的推迟了，赵景琰所倾心的婢女婉清也被皇帝下旨赐死。所有这些都在短短半个月内发生了。半个月后，我终于再次见到了孙北辰，不知为何，明明是同一张脸，但看起来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感觉。之前我只把他当作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兄长，可当一夜又一夜过去之后，视线落到他的宽肩窄腰上，我屏住呼吸，极力想要移开视线，试图忘掉脑海中那鲜活的画面。脸上滚烫，绞着帕子，不自然地开口道：短短半月，阿兄，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赵景琰再怎么厉害，也是一国太子，寻常人根本无法动摇他分毫。之所以会被流言重创，那是因为除了血统之事，民间所流传的大多都是真的。皇帝一调查就一清二楚，因此非常震怒。可这些消息之前从未有过任何风声，孙北辰又是如何得知并将流言散播出去的呢？阿兄没有回答，只是过来牵住了我的手，手腕上的红玛瑙镯子鲜艳夺目，就像他掌心的温度一样热烈。脸上一片通红，孙北辰强迫我与他对视，一双深潭般的眼睛里满是我的倒影。骨节修长的手放在细腰上，盈盈一握，但又始终保持着分寸，不敢越雷池半步。只是在摩擦的地方点燃了一片野火。乖景色，你的脸怎么这么红了？你想知道的，我都会告诉你。只不过什么？我被他勾起了好奇心，仰起头追问，但没有得到答案，反而把自己送了过去，任由他仔细的亲吻。过了很久才分开，气息交缠，心跳如鼓。我被亲得晕乎乎的，脑子里只剩下一团混乱。孙北辰紧紧地抱住我，力气很大，仿佛要融入我的骨髓，耳边的声音坚定而克制，又让人感到安心。等到我们成亲的那一天，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。景色，你只需等着我，事情成功之前，所有的风险都由我来承担。京城内最近风云变幻，太子所钟爱的婢女原本要被赐死，但在死前提出要将功赎罪，供出了不少太子曾经被地里做过的坏事，其中就包括计划在及笄那天毁掉我的名节。孙家嫡女的闺房里死了一个陌生男人，那天留宿的宾客对这件事都印象深刻，即便宫里立即封锁了消息，还是有一些风声泄露了出去。孙家男儿镇守边疆，世代忠良，在朝中有着极高的威望。我的父亲为了保家卫国，整整5年都没有回家。消息一出，让不少忠臣都感到心寒。赵景琰的形象也在众人心中跌到了谷底，他不配成为一国储君。孙北辰领着我进宫，请求圣上退婚。太子已经失去了人心，这样的时机恰到好处。我与赵景琰的婚事就此作罢。临走的时候，回头看了一眼，也算是为过去的15年做一个了结。赵景琰孤零零地站在大殿中央，背影显得格外凄凉。他的心上人婉清虽然只是婢女出身，但容貌却极为出众。这次将功赎罪，不仅保住了自己的性命，还得到了圣上的青睐。当晚就被封为贵人，承接着圣上的恩泽。如今陪伴在龙椅旁边，纤纤素手包着葡萄送到圣上嘴边，尽显妩媚之态。昔日的情人一夜之间背信弃义，还成为了自己的庶母。不知台下的赵景琰看到这一幕会是什么滋味。趁人不注意的时候，孙北辰握住了我的手，掌心灼热，语气却有些冰凉。景色，别看他了。我心中一惊，拼命想要缩回手。宫人们来来往往，万一被人看到，不知道会传出多么难听的话。孙北辰却毫不在意，在被宫女太监发现之前，他拦腰抱住我，飞身进入了小竹林。天旋地转，我死死地抓住他，勉强站稳。孙北辰扶住我的腰，低沉的声音中带着一些不易察觉的委屈。我比他好看，景色，多看看我好不好？烛影斑驳，我抬起头，看向那张近乎完美的脸，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。赵景琰也算得上是风神俊朗，凭借着一张脸，之前在民间赢得了不少赞誉，甚至被称为第一美男子。但这都是因为阿兄常年在荒北，很少在京城露面。如果被人看到这张比赵景琰俊美10倍有余的面容，不知第一美男子的头衔是否还会落在那个人身上。一想到这张脸将来可能会让京城中的女子为之倾心，抛过银车，心中就不由得感到烦闷。身旁有宫女经过，阿兄轻轻地按住我的唇，示意我不要出声。传言孙家嫡女天生有凤命，如今与太子殿下退了婚，到底是这凤命不顶用，还是……呸呸，专心做你的活吧，这些哪是我们能议论的，小心丢了性命。我与孙北辰对视，发现他也正看着我，四目相对之间，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。孙北辰也会偷偷地盯着我看，原来他的眼神早就已经不再单纯，只是我一直把他当作兄长没有察觉到。还好现在发现了，不算太晚。阿兄俯下身，轻轻地落下一吻，捧着我的脸，真实无比，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。景色本就乃是凤凰，只是那赵景琰无福消受罢了。甚好，如今这凤凰已归我所有。因其他皇子尚未长大成人，赵景琰的太子之位暂且得以保留，却也只是徒有其名。他被囚禁在东宫之中，每日借酒浇愁，以解心中苦闷。而那个让他宁愿毁掉自己，也要将后位捧至他面前的心上人，
其处境却比他这个堂堂太子要好上太多。婉清深受圣上宠爱，入宫没多久，圣上便有意赐他妃位，全然不顾他曾与太子有过私情，甚至为了他降低了赵景琰生母周贵妃的位分。朝堂之上顿时一片哗然，群臣吵得不可开交，纷纷要求处死这祸国殃民的妖女。可圣上却置之不理，依旧整日纵情声色。然而比朝堂更为混乱的是边塞之地，荒北王庭私自联系上百游牧部族，意欲发起反扑。父亲来信催促阿兄尽快返回边塞，内忧外患同时降临，时局变得动荡不安。临行前，孙北辰身着银甲，身姿容貌无双，他叮嘱我要等他回来。我抚摸着手腕上鲜艳的镯子，伫立在门前，目送他骑着马远去，直到人潮散去，才返回院中。脚步不由自主地走向孙北辰的房间，门未关紧，空气中仿佛还残留着那人的气息。我第一次仔细观察这间屋子，整洁而雅致，许多我幼年时送给他的小玩意儿都被精心地收藏着。我一一拿起来查看，眼眶忍不住变得酸涩。然而就在不经意间触发了隐藏的机关，墙面缓缓推开，里面竟然还有一个暗示。无数张少女的画像映入眼帘，纸张从旧到新，画上的女子从年幼到亭亭玉立，画技也从生涩逐渐变得成熟。景色5岁，景色8岁，景色10岁。5年未曾归家的阿兄，早在离家之前就已经想象出了我及笄时的模样。画上的人栩栩如生，背地里不知临摹了多少遍。除了挂在墙上的，还有一些收在匣子里。我忍不住好奇地打开匣子，可当看清上面的画面后，脸瞬间通红，手上的皮肤也变得通红，仿佛拿着一个烫手山芋。我颤抖着将其放回匣子里，然后逃回自己的房中。整个人裹在被子里，仍觉得羞愧难当，一颗心仿佛要跳出嗓子眼。怪不得那几日他在这些事上并不生涩，曾经如远山松柏般不可接近的兄长，背地里竟然会用我的画像。荒北战况愈发焦灼，孙北辰离京已有3个月，起初还能有书信往来，到后来战事吃紧，信件便无法送出，家中等待的日子十分煎熬。我索性每日都去庙里为父亲和兄长祈求平安，也正因经常出门的缘故，许多事情不可避免地传入了我的耳中。皇帝新得的婉妃有了身孕，太子因爱生恨，夜闯后宫，最终被彻底废弃。赵景琰虽然得以苟延残喘，但却被贬为庶人，再也没有了继位的可能。又过了1个月，许久未收到阿兄的消息，我心中愈发不安，依旧每日上山祈福。可在某个寻常的日子，我半路遭遇了山匪，婢女惊慌失措地四散而去，只剩下我一人被拖进了破庙里，手脚被绑住，动弹不得。拼命挣扎也只是徒劳地在身上摩擦出伤口。为首的歹人蒙着面，缓缓摘下黑色面纱，竟然是赵景琰。景色，本宫好歹与你有过婚约，见到本宫为何不高兴？历经连番打击，他早已失去了当初的意气风发，一双眼睛布满血丝，神情也从运筹帷幄变得狰狞执拗。他擒住我的下巴，指节用力泛白，眼中满是不甘。好一个天定奉命，没了你，本宫真的失去了太子之位。可惜即便被废，本宫也不会主动去做那乌龟，去娶一个与自己兄长私通的妇人。我瞳孔急剧收缩，用力咬向他的手，却被他迅速避开，紧接着又被他狠狠地打了一耳光。下手很重，沉闷的一声，珠钗掉落，发丝粘在脸上，泛红的掌印清晰可见。宫内的秘药，若是没有男欢女爱之事，便会暴毙身亡。可你却好好的活到了现在，而且孙北辰还为你包庇。若不是你们2人私通，还能是什么？说来也奇怪，自从那日之后，本宫身边就接连不断的出乱子，无非是你们的蓄意报复，害得本宫落到如今这般地步。将门之女岂会怯懦？咽下口中的血腥，我瞪着他，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不害怕。你说了这么多，可有证据？若无证据，便是血口喷人。如今你已不是太子，却还口口声声自称本宫，可见你心中依旧不甘，何必拿旁人撒气？赵景琰似笑非笑，并不否认，本宫就是拿你撒气又如何？反正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，不怕孙家报复。倒是你，看样子竟然还不知道，你心心念念的兄长已经身首异处了呢。据说他在战场上被一箭穿心，马踏成泥，连尸骨都找不到了。所有的功劳都被那久居荒北的亲王世子带领，此刻他已经在回京的路上了。他每说一个字，我的心就凉1分，直到眼前一片漆黑。孙北辰死了，我那好好的兄长怎么会说没就没了？我不信。赵景琰阴险狡诈成性，他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相信。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孙北辰已死是事实，本宫听了都觉得畅快至极。在宫里摸爬滚打多年，即便找不到证据，我的直觉也告诉我，今日的局面都是拜你和孙北辰所赐。既然你们兄妹情深，那我便做个好人，送你和他黄泉路上团聚。赵景琰神情癫狂，挥了挥手，只等身后的手下一拥而上。事已至此，我认命的闭上眼，时刻准备着打碎手上的镯子，割破手腕。若是今日难逃此劫，我景色绝不任由他人侮辱。然而幻想中的疼痛并未降临，反而响起了兵刃相交的声音。赵景琰的手下被全部斩杀殆尽，他妄图逃离，然而退路已然断绝，只得迅速掏出匕首，抵在我的脖颈处，当作人质。
他眼眶通红，嘶声喊道：“谁敢靠近，我就杀了他！”然而，长剑如同闪电般破空而来，匕首应声落地，他的手也被那剑稳稳地钉在了墙面上，再也无法动弹分毫。此时，来人身着一身凌厉的银甲，从马背上从容地走下来，那如玉的面庞与冷峻的气质，在刀光剑影的映衬下，宛如神奇降临。一剑穿心，马踏成泥。太子殿下若是钟情于这种死法，我也能成全你。他的视线落在我身上，眼中隐隐染上了几分心疼，但他还是克制着自己，并未立刻上前。世子殿下，宫内传来消息，1刻钟之前，圣上突然驾崩了。侍从单膝跪地，说出的话语清晰地传入每个人的耳中。我知道了。孙北辰微微点头，命令手下将赵景言押走。那被押走的人还在不停地挣扎着，歇斯底里地喊叫着：“那老不死的命长着呢，怎么会突然驾崩？”孙北辰，没想到你竟然有如此本事。哦，不对，是亲王世子。莫非你就是我那个同母异父的？一个眼神示意，身旁的侍从便会意地将赵景言的嘴堵住。阿兄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凉薄，没有丝毫的情绪波动。你还不明白吗？赵景言愣住了，神情中充满了阴怨，满脸的不解。婉清，你小时候在母妃的宠溺下变得骄纵蛮横，肆意杀害宫女，其中就有她的姐姐。天启6年，你在京城中随意纵马，撞死了一老一少后，还命人将他们的尸骨拉去喂野狗，那其中有他的母亲和幼弟。天启10年，你为了结党营私，鼓励征收苛捐杂税，导致部分农民被剥削致死，其中就包含他的老父。即便我不与他联手，你也会落得如今这般下场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吧。当赵景言被拖走时，他的眼睛瞪得快要裂开，眼中充满了绝望，但他也不再挣扎，因为他的心已经死了。直到所有人都退去，阿兄才敢走上前来，小心翼翼地为我解开手脚上的束缚，轻柔地将我耳边的发丝别到后面，抚摸着我脸上的巴掌印，眼中的心疼几乎要溢出来。疼吗？都怪我来晚了，景色，你打我好不好？在命悬一线的那一刻，我没有流泪，但当看到这张日思夜想的脸庞时，水汽却不由自主地在眼眶中聚集。怎么敢打亲王世子？听出我话中有话，阿兄将我拦腰抱起，格外珍视。他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。孙北辰娶不了景色，但亲王世子可以。景色愿意在我们的大婚当天，听我把一切都告诉你吗？我将头埋在他的胸前，听着他铠甲下那熟悉的心跳声，我回报住他，千言万语最终都浓缩成了一个好字。朝代更迭，亲王登基称帝，阿兄被册封为太子。我与他的婚礼在新皇登基后的半个月举行。宴席上觥筹交错，有人忍不住感慨道：“孙家的嫡女天生具有凤凰般的命格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一来二去，还是嫁给了太子。父亲听到这些话，哭笑不得，举起酒杯与众人共饮。自家养的白菜被自家的猪拱了，他作为父亲，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只能陪着喝酒。在喜房内，我偷偷藏好喜婆递过来的本子，心中惴惴不安。本子上的内容画风生猛，让人看得面红耳赤，但如果真要说起，却还比不上。哎呀，我在想什么呢？脑海中思绪一闪，我想要将那些旖旎的画面甩出去，却不小心将盖头也一起甩了下来。就在下一刻，一只骨节修长的手出现在眼前，那盖头被他牢牢地捏在了手中。阿兄眉眼间洋溢着笑意，宛如漫山的冰雪开始融化。景色这是等不及了，我的脸色瞬间爆红，咬着嘴唇，脖子都染上了粉色，任由他撬开我的唇舌，喂下合卺酒。酒水的浸润下，我那2片薄薄的嘴唇也如同他的双眼一样变得亮晶晶的。不等我发问，他便自顾自地开口说道：“赵景言的确与我同出一母，当年他为了追求荣华富贵，抛夫弃子，甚至不惜要杀害我来博取圣上的恩宠，是父王以封地为交换条件，留我一条性命。可惜那昏庸的皇帝一直将我的存在视为耻辱，表面上允许我和父王长期居住在荒北，背地里却时常派人来暗杀我，唯恐防不胜防，父王为我改名换姓，认孙老将军为父，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孙北辰。”我紧紧握住他的手，止不住的心疼。阿兄笑了笑，继续说道：“后来的事情，景色、冰雪聪明，应该都猜到了。我与婉清彼此利用，各取所需。如今他报了他的仇，我了结了我的怨恨，还娶到了心上人，也算是一种双赢吧。”在他说话的过程中，我听得入了神。阿兄却不知不觉地摸出了我藏好的本子。春宵良辰，美人在怀，景色想和我一起看看吗？一阵天旋地转，我被他压在身下，从下往上看，他宽大的喜服下，肌理若隐若现，实在是难色惑人。我的脑子一热，忍不住脱口而出：“看这个做什么？还不如看看你画的。”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后，我立刻后悔了。哦，阿兄的尾音微微上扬，虽然有些羞涩，但却更加不肯放过我。景色都看到了，正好我们分别了数月，今夜是该好好回味回味。红烛摇曳，被翻红浪，我被他折腾的只剩下哭腔。好阿兄，饶了我吧。孙北辰仿佛陷入了某种痴迷的状态，不知疲倦。还不够，景色，和你在一起一辈子都不够。